欢迎回到我们盖亚绿专业，这堂课是我们国际碳权交易市场全攻略和实务操作的第3单元哦。我是主讲人清慧博士。然后呢，在正式上课之前还是提醒呢，请务必还是要下载这个课程讲义，一张图看懂碳权交易哦。在第1单元的时候，我们已经说明了所有相关的碳权原理跟机制，还有强制性和自愿性碳权交易市场有什么样不同。在第2单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实务上碳权是怎么样开发的，然后关于有什么样的碳诈骗的套路跟怎么样去进行个人碳投资部分都已经说明完了。我们来到这个第3单元的部分呢，我们会来讨论自愿性碳权平台的实际操作，跟在台湾的碳权开发上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其实是挑战比较多，然后最后来做一个总结哦。首先的第1小节的部分，我会介绍目前为止3个比较大的自愿性碳权平台，然后并说明如何实际操作哦。首先呢，就是自愿性平台的实际操作的 SOP 哦。那这个部分其实在前面也介绍过，但是这边我们就当复习来说明，就是在自愿性碳权平台的交易上，首先呢会有一个碳权发放平台，就是批发商。那通常呢，除了联合国 CDM 之外呢，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2个碳权发放平台就是 VCS、Verra、VCS 和 Gold Standard 黄金碳标准哦。然后有了这个批发商核发在碳权之后，通常呢，它会有私人的碳权交易平台跟这个合法单位批发碳权，所以他们会跟他就是做买卖，就是会跟这一个碳权先做一个买断的动作，通常都是现货，然后会把这个现货放在自己的交易平台上。另外也还有一种还没有正式核发碳权的时候说先做分配的情况。不过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现货的情况，所谓的现货就是交易平台呢，它会取得了这个碳权之后，就会放在自己的平台上。那现在所有的平台其实都是类似电商平台，所以其实它的平台的显示就是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碳权，然后不同的价格、不同的年期。它把它放在它的平台上的时候，然后就是有它的企业用户，通常用户都是法人限定的，所以通常用户都是企业用户，在这个平台上购买碳权。那这个是购买的时候，那在抵销的时候也是由企业用户跟交易平台申请抵销碳权，然后再由交易平台跟碳货源、批发商、核发单位申请抵销。那这个申请完抵销之后呢，这个抵销的部分也都可以在 VCS 或 GS 自己的平台上，路人甲都可以查到你这一个碳权的抵销的资讯。那但是呢，在相对而言呢，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企业直接跟批发商购买嘛。但是呢，批发商不一定有平台，像 VCS 就没有自己的交易平台，那 GS 有，所以其实最快的方法可以是企业直接就跟 GS 购买。理论上是这样没错，但是相对而言省下来的就是年费和开户费，因为你就算跟 GS 买的话，它还是会有碳权费用跟交易手续费。但是呢，但是交易平台的好处就是它收了比较多不同平台的碳权专案，所以像 CIX 或 Southpole 后面会介绍，他们就除了 GS 的商品之外，碳权专案之外，也会收集 VCS 的碳权。VCS 因为是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碳权核发单位，所以呢，事实上这些平台它同时有 VCS 和 GS， 所以相对而言货源也是算是比较充足的。这个是自愿性碳权平台的基础操作的 SOP 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自愿性操作平台里面最大的一个是联合国 UNFCCC 的碳抵销平台。那这一个部分呢，它事实上它的优点就是它是量最大嘛，然后它也是联合国挂保证的，所以它也为了让更多人可以自由的使用、轻松的使用、无痛的使用，所以它注册超级方便，只要有 Gmail 就可以注册，而且也没有做任何的验证，就是跟一般的你做任何的注册都一样，你只要注册以后，然后再 email 收验证信，然后就是回复验证信，然后就可以使用了。所以个人也可以使用，这个就是跟一般的其他的只有法企业可以申请会员的平台就非常的不一样。不过呢，它的特色呢就是只能做抵销，
但是就没有办法储存，就所以相对而言，就是它就是只能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你就是为了抵消来做的。然后呢，前面也讲过了，就是这个全部都是 CDM 的方法学所，这个其实就是联合国 CDM 方法学的一些碳权，所以当初其实是济弱扶贫的碳权，但是因为它的门开的太大了。所以公信力就不是这么好，但是在公信力不是这么好之余，它的优点就是它价格都非常的亲民优惠，然后呢，它的抵消证书呢会有 UN 的这个 C 的这个 logo， 所以呢看起来其实也是蛮有这么一回事的。所以呢，这一个如果要使用的话呢，虽然它不适合企业使用，但是呢，它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个人啊或活动啊，想要做碳中和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好，就是小额，然后因为它是抵换也是从1吨开始，然后它买卖也是1吨开始就可以进行买卖，而且它还可以做线上刷卡，所以其实非常的亲民，使用也非常的便利。但是它的缺点就真的是它的名声就是不好，所以如果企业你是要做民生使用的话，就还是不建议。当然，如果不介意说被人家说你是漂绿的话，如果你觉得我做的正行的值不担心人家说我漂绿的话，也是可以使用。尤其是如果你要做大量的碳中和的话，如果每一吨 CDM 这边最多就10块钱，但是呢，其他的每一吨呢可能要高达30块的话，那一吨就差了$20诶。所以如果是大量的话，那这一个碳成本，如果用 CDM 的碳成本就可以省很多。那当然，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混着用啊，你可以用 CIS， 你可以用其他的比较民生比较好的。混一些然后中间掺杂一些 CDM 的碳权，这中间就算是一个折中之道，然后就是让整体的平均成本下降嘛。但是现在也有一个趋势，就是 CDM 是渐渐的要退场的，所以这一招可以用多久不好说，但是目前为止它是真的很好用，我也觉得它是史上最容易操作、最好买的国际碳权。然后呢，我也专门做了一支专门介绍这 UNFCCC 碳抵消平台的说明跟使用方式。怎么样注册，怎么样使用，跟一些相关的详细说明哦。你可以扫 QR code 去了解一下这一个碳权的运作，然后也可以马上使用。事实上，我就认真的考虑，以后我们做任何的活动，都想要用这个碳权来做碳中和活动，碳中和。那如果说做活动的话，通常啊，如果是我们平常的教育训练的那一种，没有什么场部。不是展览哦，就是没有什么场部，就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训练活动的话，通常8个小时也不到1吨，那我就只要买1吨来抵消的话，其实它就非常够用了，而且听起来也很好听啊，对不对？还会有一个 UN 的 logo。听起来真是太不错了，所以我以后我们办的活动都是碳中和活动。然后呢，我也鼓励大家可以用这个来先尝试，就是可以试着先用这一个UNFCCC 的这个可以用这个联合国的碳抵消平台，然后来做一些碳中和 party 啊，碳中和生日宴会啊，或者碳中和什么，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平日常就可以使用，而且就是从日常开始习惯这个碳权的交易，听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企业不推荐嘛，但是我对个人还有活动这件事情，我倒是还蛮推荐使用这一个 UNFCCC 的 CDM 碳权。第二个平台叫做南极 South Pole， 在这一部分其实我没有很多的研究，但是我有研究一下他们的网站，虽然我没有注册哦，但是它的优点看得出来，就是它目前为止它有非常多的碳权专案的数量，它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元。然后呢，它在全球上算是规模很大的自愿性碳权交易所，然后其实也非常的有名气，算是蛮知名，所以保证性也够。它也有做了一些挑选的动作，所以它选出来的碳权专案其实也都至少都有一定的水准以上，所以还蛮适合企业来做民生啊、生育啊使用的。就是说里面的专案至少都是不会被人家说是滥竽充数啊，或者是要漂绿的这种专案。South Pole 啊，它是身兼碳权开发商，所以它其实有部分价格优势，然后它也自己开发了不少的案子。它里面其实就有台湾的再生能源
源的案子。那早期的话，因为我们台湾也有一家公司叫做南极碳公司，那他们这个南极是瑞士商的一个台湾分公司，但是后来好像就是独立了，就分开了。但是就是相对而言，台湾的南极碳公司也有协助做这些开发商的工作，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台湾的几个彰滨工业区的风力发电的案子也都是由这个南极碳公司然后来做开发的。那总之这个南极的这一个碳权交易公司算是知名又有优势的。那它的缺点呢，就是跟刚才的那个 UNFCCC 的 CDM 比起来，就是它是法人限定。然后呢，因为它的专案数量真的很多，像我这种有选择困难性的人啊，就很容易眼花缭乱，然后到最后就变成只能选自然解决方案啊，或者是照价格去选。然后到最后就是因为专案太多，反而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看每一个专案长怎样。不过这可能是只有我个人的困扰就对了。那这部分的话，因为我没有注册，所以我也没有做很细部的解说。那接下来第三个的话呢，是我有协助在做台湾推广的部分，就是亚洲最大的碳权交易所新加坡的 Climate Impact Exchange 叫 CIX。那它的优点呢，就是它后面有4大金主，实力非常的雄厚。4大金主是谁？就是新展银行、渣打银行、新加坡交易所和新加坡的主权控股淡马锡。那因为它实力雄厚的关系，那虽然是说这种自愿性的碳权交易所只要有钱就可以开，但是相对而言，声誉、信誉还有它会不会倒，其实还是我们会关心的嘛。所以这个4大金主啊，实力这么雄厚，而且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他们就是要变成台湾最大的碳权交易所。他们用的系统其实是新加坡股市交易所里面的股市交易系统，所以接下来他们也会有碳权的像股市一样的碳权的交易系统去运作，那时候就会有比较高的投资性。所谓的投资性就是它会有比较多的买卖，然后可以比较有赚利差的空间。那这个部分等它出来了以后，我也会有更详细的说明，然后也会拍影片来做是它的运作机制或怎么操作，这后续就是我等它出来以后，我就会拍影片来说明。然后呢，这个 CIX 它就是严选 Verra、BCS 和 GS 的专案，所以它并没有任何 CDM 的专案，而且它的专案都挑以自然为本的专案为主哦。原因是因为像这种自然为主的专案，例如说这个绿碳、红碳，就土壤的跟森林的蓝碳，这个部分呢，是因为就是它有稀缺性。也就是因为有稀缺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自然为本的这些碳权专案都会比人为的碳权专案的价格来得好。